朋友們，大家好，我現在摩洛哥的南部，這次呢出來自駕遊，然後開到這裡曠野的地方，看到這一帶的景色還不錯，因為有幾株樹，然後呢，那後面的山脈也不錯，所以呢，我就想停下來跟大家說說啊，這幾天我一直沒有做節目，因為呢一直在路上，我發現住的酒店他們都沒有寫字台。然後每天都在路上開車，晚上回到酒店之後就比較累了，就沒有心思呢再做節目了。我這次是出來窮遊的，因為突然呢在網上看見從科隆我住那個城市到摩洛哥的這個城市叫馬拉喀什，它有直達的那個航班，然後機票很便宜。愛爾蘭的那個瑞安航空就是那種廉價航空的，這次呢我飛過來。花了20歐元，20歐元呢，只是那個人啊不帶行李的，只准帶一個電腦包。然後他有規定，比如說長40，寬30，厚20公分，不能超過。所以呢，我這次呢就帶了一個電腦，然後呢塞了幾條內褲啊、襪子啊等等一些小東西。因為呢，如果你帶那個20寸的行李箱，還要另外加30多歐元。我的機票才20歐元，然後呢加30歐元的那個30多歐元行李，回程也一樣，機票呢來回一共是40多。我在這裡告訴大家，其實在歐洲吧，你一定要那個選準時間，而且特別靈活，才能買到那個所謂的便宜機票。如果你想普通人上班的啊，想拿到便宜機票幾乎是不可能的，比較少見。因为等你有空的时候，人家也有空了，对吧？所以在网上说，可以很便宜的旅行是有那個前提的，那就是你必須特別靈活，像我這樣啊，可以隨時就說走就走。那麼這樣的話，你看見便宜機票，你就馬上訂。如果你第二天你猶豫一下，第二天再訂，可能就沒有了。窮遊可以，但是一定有很多前提，並不是說你在國外拿着高薪，然後呢出行啊都是很便宜，不可能的。這次我就是突然看見有便宜機票，然後呢，德國的那個天氣很不好嘛，現在冬天每天都沒有太陽，特別冷，我就出來了。來這裡呢，我在機場那裡租了一輛車，9天時間，一共是花了87歐元。這已經是非常便宜的了，因為一天就人民幣70多塊錢嘛，對吧？10歐元不到，70多塊錢，我認為已經很合算了。摩洛哥的南部這邊開，因為呢，我想沿着三毛的那個腳步，我的目的地是開到那個三毛和何塞他們倆居住那個小鎮或者那個村子。沿着他的足跡去那個地方看看他當年生活的環境到底怎麼樣的，到底那個撒哈拉大沙漠是怎麼樣的。我在網上看過那個圖片，看見還不錯啊。從這裡過那邊去可能還有700-800公里，來回到我那個機場一共有2000公里，然後我又開了600公里左右，也就是這次旅程我可能要開2600公里左右吧。不過我租這個車呢是不限旅程的，不限里程，所以就無所謂，就自己那個出那個油錢就可以了。我比較喜歡自駕遊，在摩洛哥呢，自駕遊還是挺不錯的。一個是天氣不錯，另外一個呢，它那個總體來說它的路況比較好。摩洛哥我是第2次自駕了，因為第1次自駕是7-8年前，我的感覺也挺不錯，所以這次呢，我看到機票便宜，我就又過來自駕了。這次我認為比上次感覺更好，因為上次我來的時候還沒有做那個咱們的油管頻道，所以沒有拍視頻，只拍了一些照片。這次呢，主要是拍視頻記錄下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我就看見這裡風景不錯，停下來跟大家交流幾句。我也不是特別的那個急着趕路，就是看到什麼地方我覺得值得拍攝的，我就停下來拍一下，然後看看風景。吃點東西，喝點東西，稍微休息一下，這樣的話也沒有那麼累。反正我一個人呢就比較靈活，隨時可以停下來。我在自駕的時候，摩洛哥南部這邊自駕的時候，看見路邊呢有這個駱駝，不知道是不是野的，因為呢附近都沒有村子，幾十公里都沒有人家。然後我在路邊看見有好幾個啊。
有好幾個，這裡有3個。然後呢，我們來看近一點，看看這駱駝。這裡的駱駝呢是單峰的，不像中國是雙峰的。它看見我来了，然後有點要走了樣子。也來看看吧，它們在這裡吃草。沒有人放養啊？難道是野的嗎？應該是有人的，因為我看見耳朵呢，它有那個吊牌的，相当于一個身份證，我估計。它不會踢人吧？你看，耳朵它都有吊牌的，所以是有主的駱駝，不是野生的。也難怪不會有野生，也不是說什麼原始的地方，對吧？如此的近啊，離這個駱駝，平生第一次離駱駝那麼近，不會踢人吧？哎呀，他見到我來了，說話他們倆就走了，不理我了，挺好的。這裡你看，就一棵樹在那裡。朋友們，大家好，你看後面是雪山啊，然後在路邊呢，這裡很多很多的雪，我走下來給大家看看。不可思議啊，对吧？估計晚上肯定是0度以下的這裡，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塌方了啊？估計是，前面不動了。有小朋友在賣什麼東西，拿着草之類的，不知道，不理解。他們又去另外一家賣去了。我說我不需要。小朋友們在踢足球，在雪山腳下踢足球啊，不錯，非常無憂無慮的童年啊，好羨慕啊！朋友們，真的最美的風景就在路上。我現在正在摩洛哥，發現後面這雪山真的很美，所以我就停下來了。下面呢是我那個租的車，不知道看不看得見啊？然後看見這段風景真的很漂亮，於是呢我就停下來了。這裡有一條小河，下面啊，然後呢後面有個村子，不知道看不看得見。那個有個村子，我上次來的時候這條路還沒有的，現在它鑿開了，相當於截彎取直了。但是呢很多塌方的这一路非常的多。然後就是後面。等一下，我要穿過這個雪山去啊，到另外那邊去。上面是一個關口，我不知道還有多久。朋友們，現在我繼續趕路啊。你們想不到吧，在非洲啊有那麼大的雪，就停在路邊，我的車就停在路邊，在那某個地方，然後呢就走出來了，就到了雪山上面了。大家看看這360度吧。這是我來的方向，這是那個左邊就是那個路，我來的地方。等一下我還要往上，不知道還要多高啊。我走走停停開了已經有2、3個小時了，反正我不趕時間嘛，所以無所謂，慢點就慢點，因為我覺得還是欣賞路上的風景，目的地並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要欣賞風景。朋友們，等一下我要通過這個關口啊。現在海拔挺高的，具體多少不知道。反正這個雪呢很厚，這路的兩邊。我剛才從這邊過來的，你看路邊，這雪估計50公分左右吧。現在我已經來到這雪山中間了啊，雪特別厚。所以呢，我就想拍拍記錄一下吧。最美的風景在路上，所以每到一處覺得漂亮的地方都記錄一下。我原來開車的時候比較暖和，所以就穿了那個 T 恤。其實現在有陽光的時候不是特別的冷，還可以，我認為大概有10度左右吧。拍拍給大家看看。這4周怎麼樣？這個有個人在賣那個紀念品的，
我不買它，他肯定感到很失望啊。但没办法，我不需要这種東西。大家再看看后面，然后呢，那是我的车，在那里。等一下还要继續翻山越嶺啊，希望今天能到達我住的那個地方。哦，對，我剛才是從那裡從下面上來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見。走一段吧。陽光特別強烈，現在是不是覺得特別奇怪？因為我穿着那個 T 恤，然後呢又有那麼多雪，對不對？正在施工這裡，前面就雪山，你看，然後側面也是。到處在施工啊，有的時候有點危險，因為怕那個石頭滾下來，真的怕。啊，他讓我過去，謝謝，讓我過去挺好的。我還一個手握着方向盤啊，一個手在拍。好多石頭在路上啊，過了最危險的地方了吧，估計吧。我的那個 AI 眼鏡已經沒有那個，已經內存已經用完了，在拍的時候拍的很多，所以現在用這個大疆這個口袋機來拍，大疆2，就給大家看看。沿途的拍攝，朋友們，大家好！現在陽光特別強烈啊，在摩洛哥的應該叫南部吧。我等一下後面呢是聯合國的一個文化遺產，等一下給大家看看。後面呢是雪山，大家看得見對吧？可惜我昨天在路上把我的那個自拍杆把它弄丟了，忘記了。看雪的時候。太得意忘形了，所以就忘記了。然後今天沒有自拍杆，這裡一個小村子，想買自拍杆也買不到，所以不知道怎麼辦。我現在用手持的，大家可以看到呀，後面就是聯合國的文化遺產那個地方 UNESCO。然後在這個地方呢，這一帶吧，有很多的好萊塢電影在這裡取景過，所以這個地方呢是比較著名的。這應該叫做紅土城堡，應該是這樣叫，中文叫紅土城堡。它的那種建築啊，全部都是土那種泥磚的，這樣蓋起來的。然後後面呢，我們看見了雪山叫阿特拉斯，後面呢還有一些小的綠洲，有些棕櫚樹啊什麼之類的。最遠處就雪山了。這一帶我認為它的那個地貌不太像地球的地貌啊，特別不一樣，跟其他地方不一樣。昨天我是從馬拉喀什開過來，應該是有180公里左右，我慢慢開，開了五六個小時，因為我不趕路啊，因為太陽現在特別強烈，所以呢，我有的時候呢要閉着眼睛。你看後面呢就是它的這條河水呢都是從後面那個山脈呀，阿特拉斯山脈，它那個雪融化之後流下來的。但是它的那個泥土的含沙量比較大。大家再看看後面的雪山。我一般是窮遊，什麼窮遊呢？有不少人可能知道，歐洲有一家廉價航空公司叫 Ryanair。Ryanair 呢，從我所在的城市科隆有直達航班到這裡，就科隆到馬拉喀什，直達航班有的時候非常便宜，就看你那個訂票的時候了，對吧？我訂了這來回9天的票，來回不帶行李啊，什麼行李都不能帶，45歐元好像，45來回，所以非常便宜。
如果你要帶一個，比如說20寸的那個手提行李箱，要多加70歐元。如果你要帶20公斤那種行李箱，你要加來回要加100歐元，好像吧，反正要比你那個票，就是不带行李的票要貴很多，貴上幾倍。而我訂這來回45歐元是非常廉價的。有的時候，如果你訂的不合適啊，可能同一趟航班你要付5倍到10倍的價格。所以呢，就是廉價航空，它是靠有的人突然他就想不得不出行了，然后呢，他就賺很多的錢。從我身上肯定賺不到什麼的，因為來回就40幾歐元，那個油費可能都不夠，對不對？所以有很多人說在海外坐飛機多便宜多便宜，他就像我這樣做，不帶行李，然後呢，不是說每次都能夠買到這樣便宜的票。一般來說啊，在國外的機票其實與國內沒有很大的區別。當然，如果是從那個收入來看，國內的那個機票也不便宜啊。但是沒有像網上說的那些人說的西方，工資高、物價低呀，其實是不對的。他只是拿特別的那種個例，然後呢以點帶面，這樣來宣傳所謂國外的好。其實我們一定要辯證的看啊。昨天也經過那個雪山，經過那個關口。後來我在網上查了一下，那個關口啊，沒有我想象的那麼高，是2260米那個關口。我以為有3000多，因為那雪特別的厚，所以我就以為啊，那個地方特別高，但是呢，並沒有那麼高。北非有那麼多雪，我都沒想過，可能阿尔卑斯山都沒有那麼多雪，2000多米的話。就是我覺得這裡的人，這種農村的人還是很不錯的。這裡，我覺得旅遊點的人啊都差不多，但是當地的農村人，他與遊客沒有什麼關係的人，一般在哪個國家都一樣，都是比較友好的。啊？Just telephone.